我不是在生气，我是在受伤。二阶情绪解码。小乔结婚5年，那天只是例行公事的问丈夫：“你今晚又要加班吗？”他抬头瞄了他一眼，冷冷说：“你管这么多干嘛？我又不是犯人。”小乔的眼神瞬间变了，他没有哭，也没有吵，只是砰的一声关上门，整晚都没再说话。你以为她在生气吗？不，她是在受伤。但她的丈夫以为她只是在无理取闹，又在耍脾气，于是整个事件变成了你冷，我更冷，你不讲话，我也不屑说。这就是我们日常里最常见的一种情绪误会，把受伤表现成了生气，却没人看懂真正的痛点在哪里。情绪有时候不止一层，它像洋葱，剥开第一层表面情绪，才会看见里头真正的核心情绪。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，二阶情绪。二阶情绪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，但其实你每天都在经历。简单来说，一阶情绪是你真实直接的感受，像是受伤、恐惧、羞愧、孤单、失落。二阶情绪则是你表面上用来包装那个感受的行为，比如生气、冷淡、讽刺、暴冲。为什么我们要包装情绪？因为表达真实情绪很脆弱，而表达生气很有控制感。也就是说，我不是在生气，我是在受伤，只是我选择用生气来保护我受伤的心。案例1，妈妈的怒火不是愤怒，是焦虑。你4岁的儿子又打翻牛奶，你忍了又忍，最后终于爆吼：“你是猪吗？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”你以为自己在生气，其实你在担心他没耐性，将来会被别人嫌。你是不是没教好他？这是一个母亲焦虑的心。但如果你只对自己说“我脾气好差”，你就永远无法听见心底那句“我好怕自己当不好妈妈”。案例2，丈夫的暴走不是火爆，是无力。老婆提了一句：“你最近好像都没在关心我。”他立刻拍桌怒吼：“你以为我赚钱很轻松吗？我每天累得要死，你还怪我？”你看见的是暴躁，但藏在那背后的是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是我感觉还是让你失望的无力感。男人从小就被教导不能哭，要坚强，所以当他感到挫折时，最容易表现出来的是怒气。但他真正想说的是，我也想被肯定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案例3，青少年的顶嘴其实是害怕被否定。国中女生对妈妈说：“你不要再烦我好不好？我很烦耶。”关门，擦耳机，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。妈妈心碎地想，她怎么这么没礼貌，变这么叛逆？其实女孩只是刚好被好友排挤，感觉没有人喜欢她。她心里其实很想妈妈抱她一下，问她今天过得好不好，但她怕脆弱，所以她选择先骂人，才能先撑住自己。为什么我们会转换情绪？1，社会文化的影响。我们从小被教导什么样的情绪是可以被接受的。男生不能哭，但可以生气；女生不能大吵，但可以说我没事；员工不能发牢骚，但可以用冷暴力不讲话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学会了转换，把难堪的、羞耻的、弱弱的感受包装成更有防御力的情绪。2，保护自己不再被伤害。表达受伤需要勇气，因为你得承认我在意你，
我渴望被理解，但一旦你说出来，万一对方无动于衷或冷处理，那个二次伤害会更痛。所以我们宁可选择装作我不在意，我就大声一点，让你怕我。情绪的二阶形式是我们自我保护的盾牌。误解情绪会错过真正的连结。最常见的人际灾难是双方都在生气，却都不知道其实彼此都在痛。你以为你需要对方道歉，对方也觉得你该先低头，但其实你们两个都在心里默默地想，你能不能看见我很在乎？如果我们一直把生气当成真实情绪，就会错过彼此真心说话的机会。我们会开始用他怎么这样来解读对方，而不是他是不是正在受伤来理解背后的故事。如何辨识自己的二阶情绪？你可以这样问自己几个简单但深刻的问题：我为什么这么容易生气？是不是某种感觉我一直没说出来？我说话变尖锐，是不是我正觉得被忽略？我装作冷漠，是不是因为我很害怕自己太在乎？当你愿意多看一层，不只是处理情绪的烟，而是找到它燃烧的火种，你就能真正理解自己，也更有能力处理人际关系中的误解与冲突。结语：情绪是需要被听见的求救讯号。下一次当你想对谁大吼的时候，先停3秒，问问自己，我真的在生气吗？还是我其实受伤了？或者你看到别人情绪爆炸，不要马上反击，可以静静地问自己，他是不是正感到无助，还是需要被听见？有时候一句你还好吗，比10句理性分析更能融化冰山。情绪不是敌人，是通往彼此真实心灵的桥梁，只是这座桥需要我们愿意放下武装，才能走得过去。